你虽然打不过元婴期老祖，但却能杀的元婴期老祖的家族只剩元婴。只因你从不刚正面，还专门搞偷袭，对实力在你之上的秋毫无犯，对实力在你之下的重拳出击。但在不久前，你还只是一棵修行了500年的树，在渡天劫时险些生死道消，好在被系统选中，只要去各个世界完成任务，就可以得到修复神魂的机会。而你的第一个任务则是来自一个被大家族迫害的小炮灰。这是一个玄幻修真的世界，原主在这里是个连配角都算不上的小炮灰，平时人们都称呼他为憨子。他和妻子在归元城中租下了一间小小的店铺，每天靠着卖包子赚点辛苦钱生活。虽然他是个筑基期的修士，但却从未显露过修为，偶尔和左邻右舍吵架也会说说笑笑，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这里生活着。只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憨子拉着车去买面粉和菜，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吕家的人已经包围了他们的包子铺，还抓住了他的妻子，并一语道破了他的身份。原来憨子是一个被灭掉的小门派中唯一成功逃出升天的弟子，吕家的人认为他们门派的神器碧山石一定在他身上，因此抓住了他的妻子，并威胁他将神器交出。可憨子虽然是门派的人，但他也只是在门派被灭时成功逃过一劫，当时如果带着碧山石根本不可能逃掉，现在也只是残余了一条性命而已。逃出来后他便已经心如死灰，碰到了他现在的妻子之后也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他的妻子只是一个凡人，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求吕家的人能够放过他的妻子，但吕家的人根本没有听他的解释，只是一边折磨他，一边索求神器，而在他身上求取无果之后，就开始折磨他的妻子。就这样，憨子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斩断手脚，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吕家的人则是在疯狂的大笑。他们觉得只要憨子的妻子在他们手中，憨子就永远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但一个凡人怎么顶得住一群修士的手段呢？因此在不久后，憨子的妻子终究是命丧黄泉了。而就在憨子妻子断气的那一刻，吕家的人就立马意识到了不妙，正要对憨子下狠手重创他带回去审讯时，憨子突然爆发出筑基后期的气息。只可惜憨子本就重伤在身，又是单枪匹马，筑基后期的修为虽然也不错，但不足以让他绝地翻盘。吕家这次带队的人是吕家老家主的儿子吕广乾，修为已经是半步金丹，一个人就足以压制全盛世的憨子，更何况周围还有吕家的好手。最终憨子抱起伤人的举动没有成功，只是拼了命逃出了城，奄奄一息的躲在了不知道是谁家的地窖里。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穿越了过来，并接下了憨子的任务。在接下这个任务后，你仔细回看了一下原主的记忆，发现原主在妻子死的时候，不计后果的爆发修为就已经透支了潜力，逃出城后也并没有调理自身的伤势，而是万念俱灰的走进了魔兽山脉。这剧情看得你忍不住吐槽，他为什么宁愿去魔兽山脉喂魔兽，都不愿意留下来慢慢养伤，然后给敌人留下一个教训，反正都是死，就算给敌人一刀也好啊。而且就算明面搞不过，阴招也不会用吗？妻子都在自己面前被人折磨死了，他就不能去抓几个吕广乾重要的人报复他吗？比如吕广乾的孩子侄女啥的，说什么祸不及妻儿，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你的妻子都被人杀了，你还管这些？而且难道你打不过人家就要去自杀吗？随后吐槽完原主，你开始询问系统，原主的愿望是什么？系统表示原主的愿望是让大家族感受到小人物的愤怒，要让吕广乾品尝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在无尽的悔恨中死去。对于这个愿望你也没有太大意外，大概意思就是不要让吕广乾死得太干脆呗。于是你从系统商店中兑换了一个名叫千人千面的面具，这个面具可以改变你的面容，让所有看到你的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脸。只要戴上千人千面，就算大摇大摆的走在大街上，大街上100个人看到的就是100个不同的形象。就算有修行者可以根据气息追踪，也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随后你回到了归元城，在2个月的时间里，一边养伤，一边靠着千人千面天天在吕家门口晃悠，基本摸清了吕家的人员情况，甚至提前搞清楚了吕家在明天有一场远房表少爷的婚礼。于是你便准备在明天趁乱动手。第2天婚礼开始，你直接引爆了3个事先放置好的烟雾符，顿时场上浓烟弥漫，紧接着便直接用出了运足全部功力的大手印，狠狠地朝着主家方向一连拍出9掌，然后将一张脸西服拍在身上瞬间远去。从烟雾出现到你逃离现场没有超过3秒，吕家的人甚至都来不及反应，而你则是一边狂奔一边嗑药，争分夺秒的尽量恢复真气，直奔你此行的目标地点吕家的灵药阁。今天你的目标除了在婚礼上制造混乱，尽量大规模的击杀吕家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趁着吕家混乱腾不出手袭击灵药阁。毕竟凭原主留下的筑基期修为，是很难正面击垮吕家这么大的家族的，所以你还是想要寻求晋升，而晋升是需要资源的，丹药灵石原主一样没有，而你也不打算做亏本生意，自掏腰包从系统兑换丹药，所以这资源只能从吕家拿了。没有丹药灵药阁有啊，没有趁手的兵器吕家的灵气店里有啊，没有灵石吕家的商队有啊，反正是敌人的资源不拿白不拿，难道还留着给他们提升实力来打你吗？于是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灵药阁，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前，狠狠的2掌拍出，击飞了不明所以的伙计和柜员，然后大手一挥，系统空间展开，将灵药阁里所有的丹药都卷进了系统空间。接着又冲上2楼，又是同样的一套流程。等灵药阁的人反应过来把你包围时，你已经收取了整整3层的丹药。随后你直接挥出一道符箓，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灵药阁的守卫只来得及看到那是一张属于憨子的脸，便连忙将这里的情况汇报给了家主。而此时的你正在一座荒山上，一边心疼那一张空间传送符，一边龇牙咧嘴的笑着清点系统空间中抢到的物资。这一次袭击你花积分从系统商店分别兑换了脸息符、回气丹和空间传送符，
这些都是一次性消耗品，不像千人千面这种道具可以在下一个任务世界继续使用。不过这次的收获也完全可以抵消你的投资，光是灵药阁里面平时用来周转的零食都已经堆成小山，更不用说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各种低阶丹药，更是跟不要钱的一样被你堆在一旁。甚至在第3层你还收取了整整12枚降沉丹，这种丹药可以增加结丹的成功率，如果连服12枚的话，你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突破金丹境。除了这些最珍贵的当属3枚补天丹，这种丹药可以洗炼结丹修士的根骨，帮助金丹境修士快速稳步进阶。清点完收获后你也是不由感叹，果然没有什么比直接抢来的更快了，用着敌人的资源让自己变强，然后再报复回去，这才是正常的思路吗？与此同时吕家这边却是已经炸开了锅，先是被人在婚礼上发动袭击，受伤和死亡的吕家人加起来有40-50个，又接到了灵药阁遇袭被抢走了大量丹药和周转灵石的消息，老家主气的当场砸了自己的书房，愤怒的下令一定要找到袭击者。不过这些你都不知道，因为你已经悄悄地离开了那座荒山，摸进了更远的深山，在隐蔽的地方打了个山洞钻了进去，仔细的封好洞口，又谨慎的在洞中布置封锁气息的阵法，美滋滋的开始了修炼。就这样时间飞逝，距离你上一次偷袭吕家已经过去了3年。这3年里，你先是服用了大量的真元丹聚灵丹，把自己筑基期的修为夯实，步入筑基巅峰后才服用了降沉丹。服用了10枚之后，在系统的分析下，得出已经可以完美结丹的结论后，水到渠成的结成了金丹，跨进了金丹期。随后又服用补天丹洗炼根骨，稳住金丹修为。等你出关的时候，已经是金丹小成的境界。于是你又再次带上千人千面，准备开始新一轮的复仇。3年时间过去，吕广乾已经晋升金丹期，成为了吕家的家主。吕家也早就通过灵药阁守卫的描述确定了袭击者正是你，并在城中发布了通缉令。但可惜一点消息都没有。本来3年时间过去，他都已经快忘记有你这个人了。然而却在今天，他突然收到了家族有人被袭击的消息，而且不止一个。一名吕家在外护佑历练弟子的长老重伤回到家族，禀报了这次历练的弟子和长老被人袭击，全部遇难。几位长老拼了命，也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随后吕家本家人的店铺3天没开业，亲朋好友们察觉不对劲，强行打开商铺之后，发现尸体整整齐齐的摆了一地，所有资源不翼而飞，就连在城中花天酒地的吕家子弟都被不明人士刺杀。凶手做得很干净，都是一击毙命立刻逃离，毫不拖泥带水。而这些事则都是你干的，毕竟你是个金丹期，想杀这些炼气筑基的吕家小辈简直不要太容易。但吕广乾却是气疯了，他从逃回来的长老口中已经知道了袭击他们的人就是你，还知道了你已经有了金丹期小成的修为，并且摆明了不会跟他们刚正面，只去袭杀家族小辈，丝毫没有金丹前辈该有的风范，这让他空有怒气而不能发泄。不过最后他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是大张旗鼓地组建了一个商队，商队里带上了大量灵石宝器丹药，将商队送出城后，就对外号称这笔订单是早就已经预定好的，延期不交付的后果很严重。又在暗地里让吕家老家主那位元婴期的强者跟在商队里，希望能把你调出来一举击杀。元婴期对金丹期小成，只要是面对面，也就是挥挥手的事。吕广乾这计划确实很好，如果成功了，就能杀掉这个四处捣乱的人，没调到人也能把这大批的货物运到别的城市大赚一笔。可惜他们遇到的是拥有系统的你看着系统转播的画面，吕家老家主跟着商队越走越远，你的脸上也渐渐露出笑容，这下都不用你调虎离山，虎就自己把自己调走了。于是你让系统扫描一下吕家族弟的高手，发现吕家族弟有金丹小成期2名，金丹大成期1名，金丹后期1名，果然不愧是归元城势力最大的家族，4名金丹1位元婴。得到这个结果，你开始思考吕家的势力配置，2个金丹小成，有一个应该是被你打伤逃回去的长老，另外一个肯定就是吕广乾了，剩下2个人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手段如何。于是想了半天，你一咬牙还是从系统那里兑换了一张空间传送符，有系统出品的传送符宝典，就算有危险逃跑总是没问题的。准备就绪后，你确定了吕家家主赶不回来后，开始了行动，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吕家族地的上空，然后二话不说就开始平推，左手拳掌右手剑气，对着下方高高矮矮的房屋就开始了无差别攻击。吕广乾做梦也想不到，你居然敢这么大张旗鼓地攻击吕家族地，怒吼一声冲上高空，运足功力就跟你打了起来。此时你虽然对着下方狂轰滥炸，但这并不代表你没留余力，而且秉承着没事少说话，见人就放大的准则，你上手就是对吕广乾发动大招。吕广乾狂吼一声拼命抵抗，这下可好，2位金丹期全力交手的声势何其浩大，余波几乎将吕家族地整个翻了过来。你们2人交手的余波对吕家族人造成的伤亡，比你刚才一个人狂轰滥炸的伤亡还要大。见此情形，你不由哈哈大笑，拼着硬扛赶到的另外2名吕家金丹强者的一拳一掌，抽空了体内所有的真气，又朝着废墟中人头密集的地方放出了几道剑气，然后空间波动一闪，整个人消失在了原地。在你消失后，吕广乾看着吕家族地满目的疮痍，听着吕家族人们无力的呻吟，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只能仰天长啸，无能狂怒。经过这次被你袭击，吕家损失惨重，虽然高端战力都还在，但是能延续一个家族未来的普通人和低阶修炼者死了200多人。在金丹期的狂轰乱炸和2大金丹战斗的余波中，没踏入修行的凡人，只要被飞石气浪擦着就死。刚刚踏入炼气期的小孩子也没什么反抗能力，只有到达筑基期的人才勉强有自保能力。这个自保能力大部分还是运气，毕竟金丹以下，只要是正面吃到你长气剑气的，基本都是个死。而吕家在受到这次教训之后，
也开始收缩商店和店铺，弟子们也不敢再放出去历练了。但等商队和历练的吕家弟子回来后，吕广前才发现派出去的人有很多都没有回来，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有被袭击过但捡了一条命活着回来的人说，那个袭击者见到他们二话不说就是强招上手，一点机会也不给，全都是奔着一击必杀去的。于是为了防止你再次突然袭击，元婴期的老家主也不敢再离开家族。有了他的镇守，吕家的人心中好歹是有了点底，毕竟宁愿用肉身硬扛金丹强者的攻击，也要多杀几个人的家伙，这就是个纯疯子。除此之外，吕家又花大价钱布置了能囊括整个族地的守护大阵，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但看着收缩的镜像，以及如流水花出去的灵石，吕广前的脸却是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是万万没想到，只是一个小小的筑基，只为了一个如蝼蚁般的凡人，居然能把吕家逼到这个程度。而在你接连袭击了吕家商队和历练的弟子后，接下来的数年里，吕家都在严防死守，但你却如同消失了一般，一直没有出现，这就让吕广前非常难受。自从被袭击后，他就卯足了劲想抓住你，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可惜在旁人看来，吕家数年的严阵以待却是如同一个笑话般，别说你的人了，连消息都没有一点。而你这几年在做什么呢？你将从吕家商队得到的东西留了一些必要的在自己手上，其余的全部拿到别的城市卖掉，换成了灵石，炼化成了自己的修为。这时候的你距离金丹大成只有一步之遥。在这个世界，灵石虽然也可以当做货币，但更重要的还是可以用来提升修为。你可不想像别人那样留10几万灵石在空间，有了灵石就得用，留着它难道还能下载吗？而除了炼化灵石外，你还从系统商店中兑换了一个传送阵，毕竟每次逃跑用的传送符都是一次性用品，相比之下传送阵虽然贵，但好在性价比更高，而且从系统商店兑换的阵法也可以直接学会。于是你找了个隐蔽的山洞，向地下挖了100多丈，直接做了个防空洞，又布置了5层敛息阵、5层隔音阵，最后才在里面布置了传送阵，这样就不担心你传送过来的时候被人察觉到落脚点了。而就在你忙活布置传送阵的时候，几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这几年给了吕家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你依旧一点也不着急，毕竟区几年时间，吕家生的还能有你杀得快吗？而且金丹期寿元有几百年，你也不急在这一朝一夕。于是这次你开始精心布局，最终成功猎杀了吕家的一名金丹期高手。虽然你也受了重伤，但因为有着空间传送阵，所以你还是带着吕家高手的那枚金丹脱了身。有了这枚金丹，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晋升到金丹大成。而被你袭杀了吕家的高端战力后，这次吕家人几乎是挖地3尺也要找到你，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你在做什么。如果真让你在暗地里一步步的削弱吕家，增强自身，他们迟早会被你玩死。不过如果吕家的人一直龟缩在族地，你还真没什么好办法，恐怕只能等自己晋升元婴的时候再去了。但是吕家的人都放出来了，还漫山遍野的找你，这下你反倒是不着急了。先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恢复了一下伤势，接着又重新开始了你的猎杀行动。因为有着系统的存在，吕家所有的布置在你眼中都是透明的，只要避开那个元婴期，剩下的基本都是砧板上的鱼肉罢了。于是吕家开始死人了，修为高的开始一个个的死，修为低的则是一对对死。城中商铺一个个被你袭击后一把火烧了，资源也全都消失不见，甚至吕家的凡人杂役侍女书童，哪怕只是上街买点生活用品都会被你袭杀。只要是吕家的人，不论身份不论修为，全在你的猎杀范围内。如果有人要说修士不能对凡人动手，那原主被折磨致死的老婆难道不是凡人吗？动手的是不是修士？吕家能做的你为什么不能做？你只是原封不动的还到了他们身上而已，主打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终于在你的不断袭杀之下，吕家承受不住损失，又开始收缩家族人员。你看暂时找不到机会，便再一次销声匿迹。这一次你又消失了3年时间。3年时间过后，吕家族地突然爆发了10几枚符咒，每一枚都相当于金丹大成期的全力一击，即使有大阵保护，但是这一次你并不是从外部攻击，而是将符咒送到了大阵内部之后才爆发。就这样，刚刚建设好的吕家族地又毁于一旦。这一次吕家伤亡了足足几百人。吕广前暴跳如雷，事后在全族范围内探查你的符咒是怎么送进来的，可事情的真相却让他很无语。原来是你将一枚价值1000灵石能够发挥金丹期高手全力一击的符咒，以3枚灵石的价格出售。面对这种如同白给般的优惠，如果是筑基期的修士或许还会犹豫，但如果只是吕家一个炼气期的小草根，天赋一般默默无闻，没有意外这辈子也就是个筑基了。这个时候他却在城里看到了一个地摊上摆了好几堆有用没用的符咒，摊主跟卖菜一样吆喝，3块灵石就能买走一堆，而他一眼就看到了其中一堆里面混着一个类似能发出金丹期全力一击的符咒。他会不会觉得自己碰到了机缘？区3块灵石，赌自己可以收获一个超级底牌。在修真界很多人都会愿意去赌，最重要的是，既然收获到的是底牌，就不会到处声张。毕竟如果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地摊上捡到了一枚金丹符咒，那还怎么当底牌？而这也正是你的高明之处，你也就是靠着这个方法，用了1年时间慢慢布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攻略那些吕家的小草根，让他们把你的符咒带进了吕家族地，然后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全部引爆。这一次的袭击战果颇丰，但你却连面都没露。当吕家全部龟缩进族地之后，你又再次消失。这一次你整整消失了8年，但吕家所有人都知道你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隐藏在了暗处，你只是在找机会。而在此期间，吕家和你的事情也彻底传开了。平时吕家的人一直嚣张跋扈，四处欺凌弱小，散修们自觉惹不起，都是躲着他们走。可这次大家却是都在为你抱不平，毕竟你一个筑基期修士，就想老老实实卖个包子，可吕家非但不给你活路走，还把你这个老实人逼急了。现在你豁出去了，就是死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你就说贱不贱吧？
不过虽然大家都不看好你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么大的家族，但有人能给吕家找点麻烦，他们还是很乐意看到的。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在看吕家的笑话，同时也有人开始思考这些大家族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是不是自己也可以用和你一样的手段，向欺凌自己的家族复仇呢？而就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距离归元城不远的积石城又发生了一件事。事情的起因要从一个在积石城小有名气的红叶佣兵团说起。红叶佣兵团在魔兽山脉中经过半个月的布置和围剿，终于将一头品阶很高的魔兽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他们击杀了这头魔兽，收获魔兽的魔晶和相应的魔兽材料，就可以让整个佣兵团的装备升级一遍。所以尽管经历了半个月的战斗，每个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但他们依旧是觉得胜利就在眼前。然而就在他们强打精神准备击杀奄奄一息的高阶魔兽时，积石城马家一个很受宠的长房子弟突然出现，仗着护卫修为高超，就想要强行抢夺红叶佣兵团的战果。红叶佣兵团为了这次围剿，提前布置了大量陷阱，花费了海量灵石和符咒，成员身上更是个个带伤，当然不愿意在最后关头被人摘果子，于是就争辩了几句。没想到这个马家子弟竟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手，一方以逸待劳，一方征战半月，结果可想而知，马家子弟把红叶佣兵团屠戮殆尽，击杀了高阶魔兽，扬长而去。而这其实也是这方世界中大家族对散修态度的缩影，因为这种事情不只是马家做过，各大势力大家族的人都做过，但是和往日散修们的忍气吞声不同，这次出现了意外。红叶佣兵团的副团长洪硕没有死，是团长在关键时刻为他挡下了半招，团长因此身亡，洪硕身受重伤活了下来。等马家的人走后，他才悠悠转醒，看着死不瞑目的团员们泪如雨下。红叶佣兵团耗尽了所有的家底准备了这场狩猎，最后却落了个人财两空，只留下一个重伤的他。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马家人的贪心。随后他拖着透支的身体，一个一个将团员们收敛入土后，跪在团员们的墓前立下新模式：我洪硕在此立誓，此生定要为你们报仇，若有违此事，让我生受上天之诛，死受地狱之苦。不过洪硕虽然愤怒，但脑袋还很清醒，他知道马家子弟现在肯定还在处理那只高阶魔兽，一时腾不出手做别的事。如果要对马家做什么布局，现在的时间差就是最好的机会。于是他不顾重伤的身体，连夜赶往积石城，边走边绞尽脑汁的想办法。突然他灵光一闪，想到了归元城有关你的传闻事迹，立马就有了思路。只不过他和你不同，他并不打算单打独斗。第二天，城中的雇佣兵广场上便出现了一条公告：红叶佣兵团在魔兽山脉中遭受马家子弟攻击，几乎全军覆没。从现在开始，红叶佣兵团面向所有人招募，红叶佣兵团不再设置入团和退团门槛，红叶佣兵团对一切针对马家人的行为负责。如果有佣兵团成员针对马家人，所获得的战利品归自己所有，无需上交。以上佣兵团条款如果需要改变，需要佣兵团所有成员同意。这些条款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号称加入红叶佣兵团后杀马家人越货，所有收获都归自己所有，哪怕你杀了人之后立刻宣称退出佣兵团，红叶佣兵团仍然会承认是佣兵团方面组织了对马家人的打击行动，不用担心红叶佣兵团会和马家人和解。因为在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加入佣兵团的前提下，只要有一个路人号称加入了红叶佣兵团并不同意修改条款，那么这种和解就不会得到承认。所有读懂这条公告的人都是直呼狠啊！红叶佣兵团这是打算发动所有人来报全军覆没之仇。至于这条公告的效果怎么样，可以这么说吧，现场没有一个人加入红叶佣兵团，但是马家的人在接下来的2天里，伤亡人数却是高达30余人。所有攻击马家子弟的人全都蒙着面高喊着红叶佣兵团威武的口号，有的会故意留下1-2个活口，有的干脆把人杀干净，现场留下满地的红枫叶。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逐渐发酵，针对马家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留活口的人却越来越少，大家更倾向于默不作声的跳出来，杀光在场所有的马家人，然后扔下红枫叶。一时之间，红枫叶成为了红叶佣兵团的标志，也成为了马家人的噩梦。马家人的伤亡越来越大，所有人出门在外都战战兢兢。终于马家的元婴老祖发声了，他们宣称红叶佣兵团从来没有发出过公告，只是被有心人引领了风气，希望大家保持克制，并且一定会对任何敢冒犯马家的人追究责任，绝不姑息。但苍白的言语哪有实打实的利益诱人？打劫马家一支商队的收获，比得上散修脑袋挂在裤腰上奔波一整年。还有红叶佣兵团背锅，愿意铤而走险的人依旧络绎不绝。至于被抓住了会被当场击杀的后果，别开玩笑了，身为散修走在路上都有可能因为多看了大家族的人一眼就被随手拍死，谁会怕死呢？而马家人也试图通过加派护卫进行反击。有一次马家派了3个金丹强者在一个商队里成功抓到了一支袭击商队的红叶佣兵团分队，但就在他们打算扭送这支分队回积石城，当着所有人的面明正典型的时候，草丛里竟冲出了足足6个蒙着面的金丹7强者，一边喊着冲啊拯救我们红叶佣兵团的成员，一边3下5除2的解决了那3名马家金丹强者。6个人中3个拿了金丹，3个分了商队的资源，被解救的倒霉蛋们留下了自己的小命。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相视一笑，扔下一地红枫叶后各奔东西。在得知护送商队的3位金丹强者被杀后，马家的人都气炸了。一位元婴期的长老亲自出城，准备用血来让那些打着红叶佣兵团旗号的散修们长长记性，结果刚一出城就被3名黑纱蒙面的元婴大佬堵了回去。在积石城中有名有姓的元婴期大能总共就只有2手之数，5大家族一家2位。这3个元婴期的大佬从何而来不言而喻，马家的元婴大佬气的胡子都立起来了。同辈元婴那都是从练气期就打架打到大的，
那些人别说是蒙面了，就算他们化成灰他也认识。现在明面上有一群散修乌合之众合力顶在前面，暗地里是其余4大家族在进行打压。马家明白这是其余4家把他们当成肉了，但是已至此马家已经没有办法破局。他们也下狠手击杀过一些散修，但散修是杀不尽的，反而是赶来积石城的散修络绎不绝。马家无奈也只能苦苦支撑，走向衰败已成定局。经过旷日持久的争斗，在数年之后，那个抢夺了洪硕他们魔兽的马家子弟，终于死在了红叶佣兵团手里。洪硕也终于完成了他的誓言。不过其实他也是幸运的，毕竟他的计划只是仓促之间的产物，其中的变数太大，最终计划能达到现在的战果，大半都要归咎于幸运。如果没有第一批人以红叶佣兵团的名义抢劫马家人，让后来者看到有人真的能吃肉，如果当时发生别的更加劲爆的话题，如果马家第一时间下狠手震慑，如果4大家族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太多的如果，每一个都可以令他的计划胎死腹中。毕竟前面有车，后面就有辙。然而就在积石城4大家族攫取了马家大部分的利益后，正沾沾自喜时，却突然发现有人想以红叶佣兵团为模板，复制出同样的招数来对付他们。但这次这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4大家族在第一时间就清除掉了影响，毕竟合作的时候笑嘻嘻，但眼见这群散修即将影响到自己家族的利益，4大家族也坐不住了。而就在他们想办法准备限制散修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归元城的吕家前来积石城中，邀请积石城的元婴期强者一起壮声势来与你和谈。4大家族的人都知道吕家的事情，他们也觉得散修对抗家族这件事情的源头都在你这个憨子的身上，确实应该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件事，也就同意了帮助吕家和谈的请求。至于吕家为什么要和你和谈，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这就要把时间线拉回归元城，从你消失的8年开始说起了。说回归元城的吕家这边，自从被你大批量杀伤家族普通人之后，吕家就开始缩在族地里，元婴和金丹高手坐镇，想要守株待兔。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就在第2年的吕家照例给新生儿测资质的时候，居然测出来吕广前的孩子是一个天灵根的天才，这下全族都轰动了。毕竟天灵根只要不中途夭折，保底就是元婴，甚至可以冲击化神。如果有机缘走得更高也不是不可能，这可是家族崛起不再偏居一隅的希望。于是这个孩子立刻便成为了全族人的掌中宝。等到这个孩子3岁后，元婴期的老祖更是亲自将他接到了身边教养，平时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最后更是动用人脉关系，将这个孩子送到了大宗门雷火宗，拜入了号称雷火宗的白衣剑圣门下。白衣剑圣是老牌元婴，实力比吕家的老家主还要强不少。白衣剑圣很满意这个天灵根的弟子，而吕家也很高兴能跟一位实力强劲的元婴强者有了这一段香火情。吕家这位天灵根天才3岁拜白衣剑圣为师之后，就一直在雷火宗中修行。天灵根天赋异禀，进境很快，短短时间就过了引气入体的门槛，迈入了炼气期，并且一路势如破竹，短短几年就炼气小成圆满了。而你有着系统转播，自然也是知道了这个吕家小天才的信息，并吩咐系统时刻关注这个小天才后，就开始四处探寻秘境，搞资源和提升自己。在探索了10几个秘境后，你不光获取了大量资源，还把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元婴期。就在这时，系统提醒你，吕家的小天才要下山了。按理来说，宗门一般是不会收这么小的孩子的，也很少会有人把3岁的孩子就送到宗门里。像吕家这样让3岁的孩子在宗门待了4年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毕竟正常情况下，家族虽然会让子弟拜入宗门，但也只是想从宗门得到功法资源和地位之后来反哺家族。3岁的孩子对家族还没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甚至还没多少家族的记忆，从小就在宗门长大，会非常自然的把宗门认成是家。等他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后，突然跳出来一个没怎么见面的家族，要开始从他身上索取，就很容易遭到反噬。家族培养一个能通过大宗门考核的弟子也不容易，像吕家这种家族，满打满算能有10个通过考核进入宗门的人就不错了，能拜入白衣剑圣门下的更是只有这位小天才一个人。现在人还没对家族有深厚的羁绊，到了宗门又与师傅朝夕相处，万一在这个可塑性最高的年纪接受了一些偏向宗门的教育，到时候鸡飞蛋打，吕家想哭都没地方哭。所以这次吕家人把他从山上接下来，用的是给他过生日的借口，想的则是趁机巩固感情。白衣剑圣200-300岁的人，自然不会不懂这点人情世故，所以并没有过多阻拦，反而给孩子备了一份生辰礼，让随行的长老在生日上送给吕家小天才，给吕家把面子里子都挣到。而这也就是你期待的机会了，毕竟你不怕对方不出现，甚至不怕对方身边有高手，就怕对方一直不给机会。不久后，吕家小天才和雷火宗的长老乘坐白灵鹤，在吕家众人的迎接下如约到来。然而就在他们跳下仙鹤缓缓落地的时候，混在人群中的你动手了。30丈的距离几乎一闪而至，你一直点在了吕家小天才的额头上。站在他旁边的雷火宗长老都还没反应过来，吕家小天才身上就蓦然亮起了一道毫光，光圈隐隐形成了一个防护罩，瞬间挡下了你这一指。然后就传来了不堪重负的咔咔声。见此一幕，你不由在心中暗暗感叹，不愧是受家族和宗门双重看重的人，炼气期时身上居然有这种层次的秘宝。但想归想，你手上的动作却没有一点停顿，又狠狠补上了一拳，击碎了秘宝发出的毫光。接着整个人再次加速，撞在了吕家小天才的身上，如同毫无阻碍一般径直穿了过去。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根本没人想到会有人当着吕家和雷火宗的人面前动手。惯性思维之下，并没有太多防范，所以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前来刺杀。等他们看清场地中发生了什么，吕家那位小天才已经4分5裂。吕广乾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整个人都已经呆立在了原地。吕家老家主更是目眦欲裂，愤怒的一声大吼，起身就要追上去。就在这时，你在天空中一个转身，挥手间一只铺天盖地的大手出现，狠狠地向着吕家众人砸了下去。这次为了表示对雷火宗长老和吕家天才的重视，吕家人几乎全族出来夹道欢迎。这么密集的人群，你这一掌下去的收益比以前一次袭击杀的人还要多。吕家家主仰天长啸，周身气息鼓动，迅速化成一个半圆的光罩，将吕家人护在身后。他已经通过气息感应到你已经到了元婴期，而吕家这边只有他一个元婴，所以他只能放弃攻击，全力防守。不过即使吕家老家主是元婴后期，你只是刚入元婴前期，但是一个主动进攻，一个被动防御，他还是被你拖在了原地，无法展开有效进攻。这时吕家的金丹强者都反应了过来，配合雷火宗长老4位金丹强者，同时对着你发动了进攻。但金丹期和元婴期的差别何止天差地别，你只是一巴掌就把雷火宗长老拍下了云端，在原地砸出了一个大坑，紧接着又画出一只大手，捏爆了吕家一个金丹小城的强者。尽管来不及处理另外2个人，但你还是用身体硬扛住了另外2位金丹强者的进攻后，气息一股将他们弹飞了出去。然后抓着这短暂的空档，你又挥出无数道拳影，如同雨水般疯狂地砸向吕家老家主的防护罩。吕家老家主运足全部功力将拳影都接了下来，但元婴期那恐怖的力道仍然透过防护罩，将里面的吕家人震得七窍流血。等到尘埃散去，天空中已经没了你的身影，只留下吕家满地的尸体。随着你的实力越来越强，袭击吕家时的杀伤也变得越来越大。这次吕家不光损失了极多的族人，还损失了一位金丹强者和一位能带领吕家走向光明未来的天灵根天才。吕广乾口吐鲜血飞上天空，看着凄凄惨惨的吕家众人，归元城堂堂第一大家族落入今天这个地步，起因竟然仅仅是因为他听了一些捕风捉影的消息，去针对一个包子铺的老板，杀了他一个凡人妻子，这何其讽刺！回想起吕家遭遇的磨难，吕广乾朝着你消失的方向大喊：来呀，我就在这里，有本事你杀了我啊！你不是恨我吗？那就来杀了我啊！你来啊！而吕家老家主则是面色阴沉的一挥手，隔空打晕了丢人现眼的吕广乾，然后亲自探查了躺在大坑中的雷火宗长老，确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后，带着他消失在了现场。至于吕家还能动的弟子，则是开始默默地收拾残局。这场袭击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众人都以为吕家不可能咽下这口气，没想到过了几天后，居然传出吕家老家主请求你给个机会坐下来谈一谈。消息传出后，归元城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没想到吕家崛起的希望都被人杀了。吕家不想着报复，居然想要和谈，难道吕家人的脸面都不要了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此时的你已经跨入了元婴期。元婴和元婴以下相比，不光是战力大增，更重要的是已经属于另一种生命层次。元婴期之所以叫元婴期，本质是金丹的蜕变，成为一个小小的婴儿。这个婴儿包含了修士所有的精气神，即使修士不小心陨落，只要想办法将元婴留存下来，就能脱舍或者夺舍重修。不过也有人说了，那就不能在杀掉那个修士的时候将元婴一起消灭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要怎么消灭元婴呢？元婴是没有实体的，本质只是一团精气神的融合体。人死时元婴脱壳而出，旁人往往只看得到光芒一闪，元婴就已经远遁到千里之外了。这种东西的速度远远不是人能追上的。在修真界，元婴以上的修士们已经不会一言不合就互相攻伐。年轻的时候大家打来打去就是为了长生，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难免会多有摩擦，但是修到元婴，有了脱舍和夺舍之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长生久世。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讲人情世故，尽量避免正面得罪同级强者，毕竟你能杀他一次，但是你却很难一起清理掉他的元婴。他脱舍之后躲在暗处重修几十年，修为重新回到元婴期，就问你慌不慌？吕家现在就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虽然想杀了你一劳永逸，但根本没有能力清理掉你的元婴。杀不掉你难道就这么一直防着吗？就算防着又能防多久呢？3年5年10年8年，这些时间连金丹期的你都没防住，那如果30年50年呢？100年200年呢？那吕家只能完全放弃发展，即使这样他们也防不了300年500年吧。毕竟只要有机会，你就会给他们来得狠的，一次就够他们伤筋动骨1、200年白玩。你的策略也很明显，实力在你之上的你秋毫无犯，实力在你之下的你重拳出击。他们不是爱杀修为低的，不是爱杀凡人吗？他杀你家的凡人亲属，你报仇的时候却要你杀他家的顶尖高手，别搞笑了，多没脑子的人才会这么干。此时你自然也是知道了吕家老家主对外发送的求和信息，但你却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这明显是等到车撞树上了才知道拐了，大鼻涕到嘴里了才知道甩了，晚了，还是洗干净脖子等着你来报复吧。于是在吕家发出要和谈的消息整整1个月的时间里，你都没有给予任何回应。吕家的人也知道了你并不准备就这么放弃，无奈之下开始四处联络高手，想要一起对你施压。不久后你便再次收到消息，吕家老家主归元城城主白衣剑圣以及积石城4大家族派来的代表，共4位元婴期强者联名要求你5日之后来福宁湖谈一谈，说是要彻底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他们表示冤有头债有主，可以让吕广乾和你1对1，生死不论，无论最后是谁活下来，都前世既往不咎。另外吕家再单独欠你一个条件，只要在吕家能力范围之内尽管提。而你看着系统的转播则是有些讽刺的说道，吕家这是要舍弃吕广乾了，他们是不是觉得他们特别有诚意？
系统听到这里也知道自家宿主脑回路不正常，现在肯定又要作妖了，于是问你打算做什么，但你却是反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任务目标是吕广乾，而我却一直针对整个吕家吗？系统老老实实的回答，不知道。没想到你却说，很简单啊，因为我对付吕广乾的时候，吕家的人帮了他，那么我要对付的敌人就要加上吕家。按照这个逻辑往下走，归元城城主白衣剑圣和姬氏城4大家族来帮吕家，是不是就意味着归元城雷火宗和姬氏城4大家族都成了我的敌人？既然这3方势力想掺和一手，我给他们留个纪念不过分吧？听到这里，系统连忙提醒宿主，按照系统分析，这3方每一方的实力都超过吕家，不是原因数量就是原因质量，都高于吕家的原因强者，你连吕家老家主都杀不了，在他们手里讨不到好处的。然而你却表示，我为什么要去对付原因呢？我是杀不了原因，但我能让他们每家都只剩下原因。此话一出，系统连忙苦口婆心的对你进行劝解，宿主你不要一竿子打死所有人了，也许他们不是来和你为敌的呢。我们的任务目标只有吕家，要不你去听听他们要说啥，咱们尽量不要节外生枝。但你听到系统这么说，却是有些不爽了。什么叫做节外生枝？他们选择站在吕家那边，那就是要对付我，他们要对付我，我当然是要反击的。但系统还是要提醒你，如果宿主你真的屠了这几家那么多凡人，到时候大概率会有化神，甚至化神之上的人来对付你，宿主到时候你不就完了吗？对此你倒是无所谓，怕什么？要是真惹出了那些人，大不了我就强杀了吕广乾，完成了任务，直接脱离这个任务世界不就好了？不过你虽然这么说，但其实已经准备去见一见吕家那些人了，打算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不过就算真惹出化神，你也不怕，反正无非就是再搞个100-200年，然后再重复现在的操作，但是多浪费几百年时间，既不划算又无聊，所以想想还是算了。不过你虽然已经准备好了要跟他们谈一谈，但却并不打算去福宁湖，毕竟你可不知道那地方有没有埋伏。于是你在第4天的时候给他们传了话，假惺惺的表示这是你和吕家的私人恩怨，无意将事情闹大，并将见面地点放在了星云崖。在这之前，你为了保证安全，还特意提前去星云崖踩了点，而4大势力自然也没什么意见。第2天，4个元婴外加吕广乾5人便早早的赶到了星云崖。到了将近午时，你看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这才控制崖顶的一棵老松树化成了人形走了出来。这是只有晋升为元婴强者才会有的手段之一，身外化身。修成元婴只是有了化身之能，但是想真正修出化身其实限制颇多。你能这么容易的修出一具化身，主要还是得益于你原本的身体就是一棵树，而你之所以用这一手化身出现，一方面是不想本体亲自前来，另一方面则是表明你有和4位元婴对话的资格。看到你的化身出现，白衣剑圣已经有些不耐烦的说道，阁下真是好大的架子，让我们4位在这里等了这么久，还只等来一个化身。你故作憨厚的回道，你们可是吕家那一边的，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在这里设埋伏，不去周围转一圈我哪敢出来。白衣剑圣久经人情世故，即使暗地里互坑的人，见面的时候也会笑呵呵的做足表面功夫，哪里有人会像你这样说话？一时也被噎了一下，想着你不愧是被叫做憨子，当真是又憨又笨，于是怒声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各位重视这次会谈才会提前到来，你一个初入元婴的晚辈，当真觉得自己了不起吗？但你却是依旧憨憨的回道，我让你等我了吗？不想等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啊。这话气得白衣剑圣一时有些语塞，最后还是来自姬氏城的丁家主站出来打圆场，剑圣请消消气，憨道友也不要说气话了，我们来此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没想到你却表示，你们想怎么解决问题？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只要你们的解决方案不违背我的道理，我可以听你们的。听到你这么说，4位元婴强者互相对视了一眼，都是忍不住心想，你是个讲道理的人吗？没看出来啊。最后还是刚开始刷了好感度的丁家主首先开口，冤有头债有主，当年2位的恩怨由吕广乾而起，我们愿意在此为吕广乾和道友摆下生死擂，无论是谁活着走下擂台，当年之事一笔勾销如何？然而你却是有些无奈的表示，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想杀了他，可惜我不能这么做，这个解决方式我不接受。丁家主诧异的问道，为什么？你不是很想杀了他吗？你理直气壮的解释道，我这人虽然不聪明，但我讲道理，我不能杀他，自然有我的道理。你听我给你捋一捋啊，当年确实是吕广乾带着几个吕家的人，他是首恶，但是问题在于，尽管他对我做了很多折磨，可是他并没有杀死我，我还活着，他只是杀了我的妻子，他没有杀我等于我也不能杀他，他杀了我的家人等于我只能去杀他的家人，所以想要杀他，得由被他杀死的人，也就是我的妻子来，而我没资格杀他。听到这，对面的吕广乾愤怒的吼道，你是没杀我，可那是我命大，当年的吕城、吕景等人，他们可都已经死了，被你杀的，按照你的道理，你根本不能杀他们。闻言，你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才再次开口，你说的对，我杀了吕城、吕景，那么你可以叫他们来杀我，按我的道理，我不会还手，而你的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我没杀你，你不能杀我，我杀了吕城、吕景，等于吕城、吕景可以杀我，你说我杀了你的亲朋，那你也可以去杀我的亲朋，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吧？而这也就是现在小说里主角们的标准报仇方式，反正大部分主角基本都会被设定成孤儿，主角们怕个屁啊！而吕广乾听后则是怒声大吼，他们已经死了，怎么来杀你？你长舒了一口气，表示幸亏他们死了，不然我今天就要死在这里了。吕广乾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和你一样幸运。此话一出，吕广乾都无语了。你听听这人说的是人话吗？他们要是真来了，你是不是就能说，你们又没被我杀死，怎么能来杀我呢？
你在这跟我卡 bug 吗？而丁家主则是皱眉道，事情是吕广乾做的，他的家人都是无辜的。你语气平淡的反问，无辜？谁不无辜？难道我不无辜吗？我妻子不无辜吗？吕广乾杀死我无辜的妻子，我就能杀死他无辜的家人，这很合理吧？听了你的这通道理，对面5个人大脑里只浮现出2个字，谬论，但系统却是忍不住为你点了个赞，直呼真理。宿主，你说的都是真理啊。而白衣剑圣听到你这通道理，则是火冒三丈的问道，你堂堂元婴期前辈，居然能下手杀一个7岁的炼气期晚辈，你还有没有一点高手风范？你瞥了白衣剑圣一眼反问，吕广乾都能以筑基期巅峰的身份杀死我身为凡人的妻子，我怎么就不能以元婴杀炼气了？这时归元城城主也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说道，吕广乾是筑基期杀凡人，那最多也就等于你金丹期杀炼气啊，你已经是元婴期了，怎么能去杀炼气期呢？但你却是依旧有理有据的反问，吕广乾还杀了我3个月的孩子，他连胎儿都不放过，我杀炼气期过分吗？还有你是归元城主是吧？你今天来这里是什么意思？归元城主故作惋惜的叹了一口气，你们2方都是归元城的人，众人抬爱本作为城主，归元城中因为你们双方秩序混乱，那本作自然是要想办法给双方调停一下的，但你听到这却是笑了，是吗？那请问城主阁下，吕广乾在归元城中杀我妻儿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时候你怎么不出来调停？闻言归元城主表情一滞，毕竟身为元婴，谁会在意一个凡人的死活呢？于是只好解释说，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并不知情。你听后故作恍然的说道，明白了，吕家杀我家人的时候你不知情，我杀吕家家人的时候你却出来要让我住手，城主大人你今天是专门跑出来拉天价的吧？此话一出，归元城主的脸一下子就黑了下来，本座不是那个意思，但你却是话锋一转冷声道，你心里是不是那个意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看到你现在做的就是那个意思。当初我妻子被吕家人所杀，你没站出来阻止，那么现在我杀吕家人，你就也不能出来阻止。现在想劝我住手，那当初你为什么不去劝吕广乾住手？我们当年选择在归元城居住，就是相信你这个城主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可是我们在城中被人迫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你这个城主在哪里？现在你知道跑出来了。眼看你越说越激动，最后都开始吼了起来。丁家主看到场面又要失控，急忙缓和双方气氛，当起了和事佬，说道：道友还请暂息雷霆之怒，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再追究当年的过错已经于事无补，我们还是想把这段因果彻底了结掉。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吕家老家主一脸悲戚的开口，这些年你为了报仇，已经杀死我吕家1000余口人，难道吕家这么多条人命也还不清你妻子一人的血债吗？你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平静的说道，我不知道1人还是1000人，我只知道吕广乾杀死了我在这个世上全部的亲人，那么想要彻底了结这段因果，也可以把吕广乾全部的亲人交给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找吕广乾的麻烦。听到你这么说，丁家主不由眉头紧皱，心里忍不住吐槽，谁说这憨子憨的，他沾上毛简直比猴还精，而你则是继续完善着自己的人设，梗着个脖子跟对面的几人对峙，气势上丝毫不落下风。反正你就是憨，你脑子就是不好使，你就认死理，就认准了你的全部亲人等于吕广乾的全部亲人，直接将军了。面对认死理的你，场上的几位元婴期家主也知道劝不动，便开始用神念交流。吕家老家主也是神念电转，如果要把吕广乾的全部家人交出去，那吕家还存在吗？那我算不算吕广乾的家人？这他自然是不可能同意的，但他还没考虑出应对方式，白衣剑圣便已经率先开口，小子，你不就是因为吕家杀了你老婆而不忿吗？那让老吕陪你一个老婆不就行了？光我知道老吕就有一个顶好的侄女，修炼天赋好，人也漂亮，你娶了她侄女，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听到白衣剑圣的话，吕家老家主瞬间眼前一亮，好办法呀！如果真的能成，家族就笼络到了一个极其年轻的元婴期高手，那么家族至少还能再辉煌300年。然而你却是静静的看着白衣剑圣，半晌才缓缓开口，白衣剑圣，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很傲慢？白衣剑圣听后一愣，虽然他不太理解你的脑回路，也不知道你为何会给他这么个评价，但直觉告诉他要坏事了。随后只听你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也知道你居住在雷火宗的五色峰上，那里并不在雷火宗大阵的范围之内，你的道侣和孩子也在那里吧？我的本体已经赶过去了，等我的本体杀了你的道侣和孩子，我会把我认的干女儿介绍给你，你和我的干女儿结为道侣之后就好好过日子，到时候你也一起管我叫干爹，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爹罩着你。白衣剑圣听后明显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就是勃然大怒，放肆，你居然敢如此羞辱于我！但你却只是冷笑一声，你也知道这是羞辱，刚才你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可是很得意啊，怎么同样的事情到了你头上，你却发这么大的火？大家同为元婴修士，你张口闭口就是小子，你真当我元婴修为是纸糊的，还要让我娶他吕家的侄女，以后是不是还要让我管你们几个老东西叫叔父？我的妻子受我连累无端丧命，在天之灵看着我不想方设法为他报仇，却扭头就娶了一个仇人家的女子，我怕他晚上会在梦中找我，我怕我好不容易在梦中见到他，他却在骂我狼心狗肺，你是不是觉得你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这个办法这么好，想来你也是能接受的吧？我很期待你看到你老婆孩子死了以后，来迎娶我干女儿的那一幕，听着你张口闭口就是要让他死老婆孩子。白衣剑圣顿时怒火中烧，狂吼一声，万千剑气爆射而出朝你袭来，但你的化身却未做任何抵抗，任由剑气将你撕裂，最终倒地成了一棵千疮百孔的树。这时前方山谷中传来一道你的回音，吕家之事无需再多费口舌，各位若还是想要强行插一手，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白衣剑圣，你今日斩我化身，等同斩我一命，来日我会取一命相还，了结今日因果，而你所说的相还，
这已经是个很少被提及的概念了。但其实只要是懂因果的人都明白，因果之间是少不了还这个行为的。你之前说吕广乾杀了你的家人，你就能杀了吕广乾的家人，这看起来很爽也很快意恩仇，但却并不是正经的因果缘法，只不过是强词夺理以暴制暴罢了。可如果不这么做，难道还要去跟流氓讲道理吗？还是说他杀了一群人，只要他一个人以命相还就行了？要是别人救了他，他以命相还还差不多。这种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其实一条命何其复杂。佛说神通不及业力，可业力又从何而来呢？不就是从这一次次的该还未还出来的吗？这其中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可以进行思考，就比如张三在沙漠里给了李四一杯水，李四因此活了下来，他们也都回到了城市里。那么现在李四是要还张三一条命，还是只需要还他一杯水呢？因果到底是简简单单的1等于1， 2等于2，还是连同那些人们赋予给他的虚无意义一起考虑进去呢？至于你说的化身等同一命，真的等同吗？是的，在修真界真的等同。而在你走后，在场几人都是面面相觑。白衣剑圣最先反应过来，瞬间化成一道遁光远去，远去的正是五色峰的方向。临走时还放下了一句狠话：此子杀我弟子在前，今日如我在后，我必不与他甘休。归元城主冷眼看着白衣剑圣离去，心想这人看似精明，却能提出一个套在自己身上自己都无法接受的方案。即使同为元婴期，也在潜意识里觉得憨子低他一等吗？老牌元婴，呵呵，卡在元婴后期罢了。也许真如那个憨子所说，他真的有点傲慢，这是他性格中的弱点，有机会可以针对一下。想到这，归元城主直接表示，你们两方之间的恩怨树本座爱莫能助。说完便直接飞走了。毕竟他本来就是被吕家许以重力才邀请过来的，事情成不成，吕家的东西都已经收下了，不可能退回去。而且作为归元城的城主，他和吕家这个所谓的归元城第一大势力之间，利益其实是冲突的，只不过平时明面上的关系维持的好罢了。吕家老家主欲言又止，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衣剑圣和归元城主离去，长叹了一口气，看向丁家主，一脸衰败道：你说这叫什么事啊？丁家主此时脸上也已经没了刚才面对你时的和颜悦色，脸色变得有些阴沉，好似变了个人似的，冷声开口：那个憨子没有我想象的容易对付，他进入元婴短短时间，居然就能修出一具化身，从他化身出现时就已经不在我们的计划中了。还有白衣剑圣那个蠢货，居然3言2语就被激怒了，害得我们大张旗鼓而来，却被搞了个虎头蛇尾。闻言，吕家老家主皱眉问道：丁兄，听声音那个憨子的本体一直就在附近，你难道从始至终都没发现他的本体位置吗？丁家主点了点头，没有，他很谨慎，在不停地转换位置。随后两人相顾无言，沉默了一会后便各自离去。临走时，丁家主表示：我先回积石城，这次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应该不错，回去后我会宣称站在他那边，有机会我会以个人名义尝试约他见面，届时我会提前通知你。吕家老家主听后眼前一亮，苦笑着回了句好。丁家主则是保持着阴冷的语调，声音不大但异常强势的说道：这个憨子很出乎我的意料，所以要在原先谈好的筹码上额外再加上他身上的一样东西。吕家老家主点了点头，可以，我只要他死，其他东西都是你的。但丁家主却是阴沉的笑了，那可不行，在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之前他不能死。吕家老家主听后豁然抬头，两人双目对视片刻之后，还是吕家老家主先低了头，无奈的说了一句好，但等他交代出快速修炼出身外化身的方法后，必须由我亲手杀死他，不然难消我心头之恨。对此丁家主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留下了几句意味深长的笑声之后，便化作一道遁光消失了。眼看3位元婴强者都走了，场中只剩下吕家两人。吕家老家主的脸上逐渐露出一丝笑容，刚才做出的悲伤、痛苦、无奈，全都如同脸谱一般被他擦去。本来他只是想借着和谈的名义引你现身，要么你同意和吕广乾1对1了结，要么在和谈时找机会将你击杀。没想到你搞出一个身外化身，从而使他错失了击杀你的机会。但现在的结果也不错，尽管归元城主态度暧昧，但白衣剑圣已经被你得罪死了。丁家主也因为身外化身的功法而起了贪念，等于吕家平白又增加了最少2个盟友。如果这份香火情维持得好，即使你的事情解决了，也能增加吕家无形的底蕴。想到这，他不由感慨：憨子啊憨子，你到底还是憨啊！上一次是怀璧其罪家破人亡，但亏是吃了，教训却一点没长。这一次又要因为怀璧其罪生死道笑了。然而看到吕家老家主心情不错的样子，一旁的吕广乾看向他的眼神却是十分复杂，并忍不住心想：难道在你眼中，即使是我，即使是吕家千余条人命的血债，也比不过这2个元婴高手的好感吗？如果憨子真的答应了与我1对1了结，你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送我去死吧？用家族这么大的损失作为卖惨的根据，拉拢元婴强者到同一战线上，这就是你所谓的为了家族吗？真是可笑啊！而就在吕家这方几人还在各怀鬼胎的时候，你则是又带上了千人千面回到了归元城探听消息，同时系统也将丁家主准备算计你，以及他和吕家老家主这边的对话和你复述了一遍，然后幸灾乐祸地说道：全程下来你从头刚到尾，你是刚的舒服了，但现在又多了2个打你主意的元婴高手，不过对此你却是毫不在意，多2个又不是多3个，还行吧？系统有些疑惑，怎么多的那2个你能处理吗？但你却是理直气壮地说道：多1个多2个我都处理不了，但是我为什么要处理他们呢？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啊？我在金丹期就能溜的吕家那个元婴期老家主团团转，现在我可是元婴了，溜3个同为元婴期的老家伙很难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边让你盯着他们几个人的去向，一边在这慢悠悠的磨蹭吗？因为我等的就是现在啊！现在吕家老家主和吕广乾都还在星云崖，白衣剑圣回了五色峰，丁家那个笑面虎也回了积石城，
现在吕家修为最高的只剩下了一个金丹后期，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至于吕家所说的和谈，和谈个屁啊，一点诚意都没有，满满的都是算计。那这还跟他客气什么？任务才是正事，现在正好可以去偷家。于是你将一张脸西服拍在身上，一刻不停地直奔吕家族地而去，然后一边扔下海量的符咒，一边破坏吕家的大阵。接着掐诀念咒一声低喝，大量的符咒瞬间爆发，各种各样的法术攻击开始无差别打击。尽管吕家的防御大阵第一时间亮起了防护光芒，但是仍然有大量法术见缝插针的钻了进去。更何况本来就有很多符咒是被你放在吕家内部的。于是在这波内外同时爆炸下，一朵硕大的蘑菇云凭空升起，整个归元城的人也都感觉到了地面在震动。不过你却没有彻底的将吕家的护族大阵打破，而是让大阵维持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状态。因为只要有大阵在，吕家人依附在大阵下就会有安全感。但是这个大阵其实已经残破不堪，你之所以选择这样温水煮青蛙，没有直接杀光全部的吕家人，就是为了让赶回来的吕家老家主投鼠忌器，哪怕只是让他增加一丝顾虑也好。等看到吕家老家主回来后，你便果断发力，瞬间清除了一大片防护阵，而吕家老家主则在千钧一发之际护住了吕家残余的众人。见此一幕，你不由心中冷笑，现在对方要怎么办呢？是要腾出手来攻击你，还是护住吕家众人等着挨你的打呢？你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继续狂风暴雨般的攻击。吕家老家主一声怒喝，撑起了一片巨大的防护罩，护住了吕家其他人，硬接下了你的攻击。中途他也尝试着出手反击，没想到你却硬扛下了他的反击，并加大了输出的力道，猛然突破了他的防御，反而是又带走了几条性命。此时尽管吕家老家主是元婴后期，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他也没有丝毫办法。如果他敢不顾家族众人的死活放手一搏，也许还可以重伤你，但一定留不下你，而吕家的人绝对活不下来几个。于是为了能够对你进行反击，吕家老家主命令所有人向他靠拢，并收缩防护罩，不再防护整个吕家族地，那样他就可以在保护防护罩质量的同时，大大减少真气的消耗，然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对你进行反击。而你见此，则是停下了手中的攻击，双掌挥舞着玄妙的轨迹，身后逐渐开始凝聚出一座复杂的法阵。看到你的动作，吕家老家主立马意识到你要放大了。这时候有两个选择摆在他的面前，一个是趁现在攻击打断施法，另一个则是抓紧时间集合族人。如果让他年轻50岁，他一定会选择更激进的发起攻击，但可惜年纪越大胆子就越小，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更稳妥一点的方案，下令让所有人加快速度。就在这时，吕广前突然腾空而起，看着家族众人的惨状，他再也忍不下去了，披头散发，状若癫狂，趁着吕家老家主收缩防护罩的时候冲了出去，提剑就朝着你杀了过来。可惜元婴和金丹的修为相差太大，你只是随手一掌，便将他拍得吐血倒飞了出去。这一掌你不仅废了他的丹田，还连带着将他的金丹也一起粉碎。吕家老家主见状目眦欲裂，眼睁睁看着吕广前被打下高空生死不知，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大吼着一定要杀了你，并用最快的速度收拢了所有族人到身边，然后快速凝实防护罩。而你则是仍然保持着蓄力的动作，并笑着感谢他帮忙把这么多人聚在了一起，否则你想把所有人杀了还要费点劲呢。吕家老家主对你的话不屑一顾，毕竟就算你蓄力了一段时间，但想只凭借元婴前期的攻击强行突破元婴后期的防护，那还是太过痴人说梦了。他只要防住这一招，接下来局势就能反转了。然而你却是笑着补充道，你要防的可不是我这一招，而是2招。听到2招，吕家老家主微微一愣，而也就在这时，大量的法术攻击突然从碎石中爆发，那是你刚开始扔下的符咒。之前你在攻击吕家大阵的时候扔下了大量的符咒，然后引爆了一部分，一方面是为了杀人，另一方面就是想制造混乱的场面，将多余的符咒隐藏起来，准备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再因他们一手。如果吕家的人分散在四处，你还要浪费精力去寻找，但现在他们被吕家老家主聚到了一起，还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吗？尽管吕家老家主收缩了防护罩的大小，但是仍然有一些符咒在防护罩内部。现在所有符咒一同爆发，每一个符咒的攻击都有元婴级的威力。这种防护类法术外部坚固无比，但内部却是非常脆弱的，不然吕广前也不可能凭金丹修为就冲出来。这么大的威力，加上这么密集的人群，又是内外同时爆发，顿时就打了吕家老家主一个措手不及。在被符咒从内部破开了法术，又接连吃了几下符咒的攻击后，吕家老家主顿时气血上涌，但还是被他强行压了下去。尽管此时符咒爆发还没完全结束，但你一向是秉承着趁他病要他命的原则，现在不攻击难道还要等他缓口气吗？于是你迅速将凝聚出来的法阵缩小融入体内，将气势提高到最高点，狠狠一掌向着吕家老家主砸了下去。吕家老家主匆忙之间也顾不得平复自身气血，只能强提真气再次展开防护罩，正面迎上了你的攻击。不过因为你是蓄势而发后劲十足，吕家老家主则只是仓促之间展开的防护罩，所以在碰到你掌劲的瞬间，吕家老家主便再次气血上涌。这次他再也压制不住上涌的血气，猛地一口就喷了出来。随着这一口血的喷出，他的真气也停了下来，而你的掌劲则如同摧枯拉朽一般冲破了他的防护罩，狠狠地拍在了吕家族地上，将吕家老家主收拢族人的地方抹平，只留下一个深深的手印。随后你又往嘴里扔了一把丹药，有恢复真气的，也有治疗伤势的。未雨绸缪了一下，毕竟事情还没完呢。虽然你刚刚的那一击很强，但是这样的攻击还不足以杀死一位元婴后期的强者。此时吕家老家主披头散发，怒不可遏的大吼，声音如同天雷滚动，传遍了整个归元城，随后腾空而起，发疯似的与你站在了一处。
你甚至能看到他眼中喷涌的怒火，也能听到他咬得咯咯作响的牙关。你知道这是因为你做的太过分了，彻底惹怒了他。不过这也正是你想要的效果，愤怒就对了，过分也对了，毕竟他们有势力，他们有实力，他们把弱者看作蝼蚁，谈笑间一脚踩死。现在呢？现在他们的家人是弱者，他们也被你当作蝼蚁踩死。当他们做的事情全都返还到他们家人身上，亲自咽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这滋味一定非常难以言表吧。俗话说得好，杀人者人恒杀之，杀人家人者家人被人杀，多么公平啊！而吕家老家主与你交手的动静，也如同一声声闷雷响彻整座归元城。此时的吕家老家主已经不在乎伤势是否会继续加重，只想不惜一切代价杀掉你这个覆灭吕家的罪魁祸首。而你本身修为就低了一些，知道如果一味的防御只会死得更快，所以也拼着一股狠劲跟吕家老家主以伤换伤，开始了拳拳到肉的打斗，打的肉身都已经出现了崩裂，隐隐有要崩坏的迹象，最终狠狠地互换了一拳，同时从天上掉到了地上，然后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恶狠狠地盯着对方，一边寻找着对方的破绽，一边快速调息抓紧恢复。打到这个份上，你们都已经到了极限，现在就看谁能多出一拳，谁能多挺一拳了。于是，在对峙了2分钟，感觉自己已经恢复了相对够用的真气后，你便又朝着对方冲了过去，开始了拳拳到肉的对拼。而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你之前服用的丹药也开始逐渐发挥效果，局势开始产生变化，你也从战斗开始的被压着打，打到最后势均力敌，再到你开始主动出击，最后你终于一边吐着血，一边挤出仅剩的真气化作一道剑气，硬生生的劈开了吕家老家主的身体。吕家老家主的元婴也随之出现，并在遁逃之前放下了一句狠话：事情不会就这么完了的。说完就准备远遁到千里之外，这时一只大手突然出现，拦住了他的去路，随之出现的还有一道道繁复玄奥的阵纹。吕家老家主的元婴猝不及防之下一头扎了进去，紧接着就被阵纹层层包裹了起来。而这只大手的主人归元城主也随之出现，笑眯眯的接住了被抓住的元婴。看到抓住自己的人是归元城主，吕家老家主的元婴顿时大惊失色。吕家被你全灭，他愤怒之下与你交手，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考虑太多其他因素，甚至没想过自己会被斩杀肉身逼出元婴，更加忘记了这归元城中还有另外一位元婴高手的存在。不过本来他如果想要走也是可以走的，毕竟元婴的速度何止瞬息千里，如果他遁出元婴后直接远走，根本不可能被人追上。但他也是头一次死没有经验，谁曾想仅仅是多说了一句话，就被归元城主捕捉到了诡计，提前拦在了他逃遁的路上，很明显是早有预谋，就等着他自投罗网。而归元城主抓吕家老家主元婴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将他的元婴炼成宝药，借此突破化神。在将吕家老家主的元婴彻底封印到空间后，归元城主心情大好，看着你忍不住笑道：运气真好，捡了这么大一个漏。你也是点了点头，给予了回应。运气的确很好，这话当然也不是你随便说的，毕竟毫不夸张的说，整个吕家加起来都没有归元城主手中的那个元婴值钱。如果不算你的目的是为了任务，那么今天晚上最大的赢家就是这个全程看戏的归元城主。不过系统还是有些疑惑，宿主那个人为什么不把你的元婴一起收走？明明你已经身受重伤了，他怎么想的啊？你笑了笑表示，很简单啊，他能抓住吕家老家主的元婴靠的是出其不意，而现在他就算对我出手，也只是斩杀我的肉身，根本抓不住我的元婴，这样只会平白得罪我。以他眼中我的性格，他敢对我动手，大不了我就死。20年之后他家就得步吕家的后尘。但系统还是有些疑惑，那他为什么不趁着你们2个都身受重伤的时候，提前出来卖个人情呢？你有些无语的看向系统，这还能为什么？当然是不想承担下注的风险了，反正谁赢他就帮谁。随即你便走到吕家老家主的面前，挥手割下了他的脑袋，询问系统吕广乾应该还没死吧？得到吕广乾还没死的回复后，你也是松了一口气。你确实没想到吕广乾还活着，毕竟刚才你虽然没有对吕广乾下杀手，只是废了他的丹田和金丹，但他先是从高空砸了下来，又被2个元婴高手的余波震了这么长的时间，能不能活下来还真不一定。如果他就这么死了，系统判定他心中没充满悔恨，不判定任务完成怎么办？于是你又找到了昏迷的吕广乾，把吕家老家主的人头放在了他的面前，将一股真气输入到了他的体内，直接将他暴力叫醒。醒来的吕广乾正好对上了吕家老家主那死不瞑目的眼睛，顿时就傻了眼。你看着他的表情，语气故作疲惫的说道：吕广乾，你杀了我的亲人，我也杀了你的亲人，这是最后一个了，你欠我的债还清了，我不恨你了。吕广乾目光呆滞的看向你，脑海中回想着刚刚你说的那句话，片刻之后终于反应过来，勃然大怒，下意识的准备调用真气跟你拼命，却惊恐的发现全身没有一丝真气可以使用，就连丹田也感受不到了。而你则是拖着重伤的身体向远方走去，身影逐渐消失。吕广乾呆愣了很久才回过神来，用尽所有力气站了起来，怀中紧紧抱着吕家老家主的头颅，回头看向家族的族地，欢声笑语的家族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随处可见吕家族人的尸体，族地中还有一个巨大的掌印，里面全是暗红色的肉泥，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吕广乾看着这一切，崩溃的跪在了地上，抱着吕家老家主的头颅开始放声大哭。他知道吕家彻底完蛋了，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下他这么一个丹田尽废的废人，想报仇都没有了希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害死了自己天才的孩子，害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还连累了整个家族。而你则是躲在暗处静静的欣赏着他涕泪横流。看了一会后便询问系统任务进度怎么样了，能扫描到吕广乾内心充满悔恨吗？系统语气有些复杂的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听后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完成了就行。
果然还是得让他亲眼看到吕家的结局才行。随后你一个闪身来到吕广前面前，在他错愕的神色中挥出一道剑气贯穿了他的脖子。吕广前捂着流血的脖子，目光中透露出极其复杂的情绪，另一只手指着你，艰难的仿佛想要说些什么，但还是没能说出来。见此一幕，系统忍不住问道：宿主，你不是说不恨他了吗？你理所当然的回了句：我骗他的。先是给他一种吕家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他能活下来的感觉，再加上他已经被废了修为，未来一片暗淡无光，让他爆发心中所有的悲伤情绪。他刚才哭的时候肯定以为自己活下来了，八成还想着为家族的人收拾利碑，收敛一下家族遗留的遗产人脉，再找我报仇什么的。这时候杀了他，让他全部的希望落空，这样才能最大化的替原主报仇。说到最后，你还不由感叹了一句：勾心斗角，伤天害理，非我本意，一切都是为了任务啊！这话听得系统都忍不住吐槽：我怎么感觉你还挺乐在其中的？不久后，吕广前的血流干了，瞪着眼睛死不瞑目的倒在了血泊中。你打爆了吕广前的脑袋，这才满意的离开了吕家。事后，你以元婴前期的修为，越阶击杀元婴后期的吕家老家主，一人灭了整个吕家的事迹，传遍了附近所有的城池。但你在灭了吕家后，却是仿佛失去了目标一般，漫无目的的在外面飘荡了3天，整整3天时间，你都没有去管自己千疮百孔的身体，只是时不时的陷入沉思。眼看着你又吐出了一口血，系统也有些着急了：宿主，你这是要去哪里啊？现在任务完成了，你赶紧找个地方疗伤吧。听到系统让你疗伤，你有些意味深长的说道：疗伤做什么？系统表示按照你的资质，你后面修行的路还很长，最后说不定能飞升呢。听到系统所说的飞升，你不由自嘲的反问：就我这样的还能飞升吗？你难道没有觉得这个修真世界有些畸形吗？我来问你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修行人可以杀人吗？如果说修行人绝对不可以杀人是片面的，具体还要看各自门派的戒律。大多数门派虽然会在戒律里面说明不能杀人，但有的门派关于杀生这一条有着一些另外的规定，叫做物害寒生，也可以写作物为寒生之害。这种条理不是单纯的不能杀生，也不是单纯的可以随意杀生，更多的意思是表明不要去做没有意义的杀生行为，不要为了杀而杀。修行人斩妖除魔人间诛血，这是不是杀生？当然是了，但这种杀生就是被误为寒生之害所允许的，这种目的的杀生也会被视为一种功德。纵观蓝星历史，不提那些子虚乌有的神仙，只说那些有名有姓确确实实有过存在迹象的修行人，无一不是与人为善，满身功德，这样最后才能飞升成仙。诸位可曾听闻凭借坑蒙拐骗、杀人害命、损人利己而飞升成仙的修行人吗？但是这个世界的修行人呢，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没有超脱凡尘的基本心境，只要是看到的就想变成自己的，只要是冒犯了他们的就是要杀死的。修行人之间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为了资源而不择手段，出土了一个大能的古墓，恨不得冲进去翻个底朝天。说着，你便伸手指向了远处的一片天空。此时那里正有2位强者打得天翻地覆，一个随手一挥，江河中大量河水便化作水龙冲天而起；另一个信手一引，山石裂开，巨大的石头被牵引着砸向对方。两人都是拥有着移山填海之力的大能，举手投足之间，水龙和山石便撞在了一起，但都没有给对方造成伤害。于是2位大能收回法力，放弃了对水龙和石头的控制，任由水和石头全部砸向地面。而这些东西的落点正是山脚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这里的村民世代生活在这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现在突然大量的水拍在了村庄之中，众多的碎石也砸毁了不计其数的房屋。普通的村民在水中呐喊，头破血流的孩子守着被石头砸死的父母尸体放声大哭。很明显，这样的杀伤就不在物害寒生的解释当中。但这时刚刚还在斗法的2位大能却停了下来，还祭出一件飞舟一起坐了上去，又拿出一坛仙酿眉飞色舞的开始聊起了天。原来他们2个并非仇人，而是朋友，只是其中一人掌握了新的法术，刚刚只是为了试验法术才交手一番。2人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比划着，谈到高兴的时候还会传出几声长长的笑声，伴随着非洲的渐渐远去。你又看向了山脚下的那个村庄，继续说道：现在看来别说是功德观念了，他们甚至没有基本的道德观念。他们的修为是很高，但你觉得他们能飞升吗？他们应该飞升吗？有道无德，实乃道中之魔。听你这么说，系统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小心翼翼地问道：宿主，你是不是想追上去除掉这2个人？你语气平淡地回道：并没有，如果我真是这个世界的人，那我也许会管一管，但可能因为我是任务者的关系，我对这个世界的人和事物都带上了一份冷眼旁观。他们的行为在我眼中如同一场戏剧，戏中的人有生有死，有悲欢离合，但那都影响不了我这个看戏的人。我和吕家的事情又何尝不是一场戏剧呢？只不过在这场戏剧里，我们都是坏人。吕广前逼迫原主并杀害了他的妻子，而我替原主报仇，杀了比他更多的人。从修行功德和道德这2个角度来说，我甚至比刚才那2个试验法术的人更坏，杀的人更多。所以恢复伤势，继续走修行路，最后试一试飞升。还是算了吧，一个故事的最美好结尾就应该是让所有坏人都死去，反正任务也已经完成了，我这个戏曲里最后的坏人还是安安分分的去死比较好。想到这，你不由自嘲的笑了笑。就这样放任伤势逐渐恶化，终于在你快要撑不住的时候，系统突然开口：宿主，也许你在这个世界做的事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你看。说着，系统便将面板转换成了画面，画面里一个穿着光鲜的恶少带着几个满脸横肉的仆人，其中一个仆人抓住了一个年纪不大拼命挣扎的小姑娘，而他对面则是一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的少年。少年一边喊着放开我妹妹，
一边奋不顾身地冲过来，结果却被另一个仆人一脚踹在了肚子上，倒飞出去1丈多，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抱着肚子蜷缩着身子，半天爬不起来。恶少调笑地伸手要捏一下小姑娘的脸，却差点被小姑娘咬了一口，吓了一跳。随后恶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旁边的仆人一起哄笑起来。伴随着恶少转身，仆人们也抓着不断挣扎的小姑娘，嘻嘻哈哈地跟在他身后。这时那个少年终于艰难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开口说道：你听说过归元城憨子的事情吗？得罪你的是我，你如果敢动我妹妹，日后我会把这些全都还回到你的家人身上。我知道你的幼弟今年4岁，我以后会每天在阴暗的角落注视着他，10年20年，只要你们有一丝松懈，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听到这话，前面的仆人瞬间勃然大怒，冲上来对着少年便是拳打脚踢，但那个恶少的脸色却在不断变化。最终他叫停了几个仆人，放了几句狠话后离开了。但是这次他没有带走那个小姑娘，你看着画面里那个小姑娘扑在少年的怀里，两个人搀扶着走远，不由得露出了笑容。看来随着你的事迹传播的越来越远，影响力也在逐渐变大，即使是修行人，也总有几个弱小的家人，他们可能是凡人，也可能是修为低的。当有人针对他们的家人时，你的事迹也在时刻警醒着他们，是不是也能保护好自己所有的家人？看到这里，你也是倍感欣慰，终于是可以安心的走了。任务结束，你又满血回到了系统空间，准备开始下一个世界的任务。